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住在魂天帝的首长即将抓住萧炎时，属于古猿的巨掌也终于破空而出，一股相当凶猛的毁灭风暴炸开。古猿带着怒意的声音在天空响起：魂天帝，既然你想掀起战争，那我古族就陪你斗到底。魂天帝淡笑着说：早在当年萧族被魂族所灭时，古猿便该说这话，现在却是有些晚了。铺天盖地的黑雾从空间裂缝中呼啸而出，最后化为一尊足有数万丈庞大的黑印。魂族大军出动，好在古族的强者也早早待命，一股股雄浑的能量凝聚成一面丝毫不比那黑印小的斑斓古镜。举两族大军之力的毁灭之印和古地之镜相撞，整个天地都仿佛在这一刻崩塌而下。古族三仙和魂族四魔圣全都连带惊惧地抽身而退，被这种毁灭风暴扯进其中，即便是他们也凶多吉少，能在这等风暴下安然无恙的，勉强也只有古猿、魂天帝、虚无吞炎几人。萧炎紧紧地盯着天空上的风暴，很快他就发现了古玉的踪迹。而在他看到古玉位置时，正在战斗的虚无吞炎突然抽身暴退。萧炎脸色一变，大喊着：拦住他，他要夺古玉！雷莹和严禁脸色一变，飞快攻向虚无吞炎。虚无吞炎并未躲避，而是应接下了他们的攻击。他的身体借着这股推力闪现在古玉前方，嘴巴一张将古玉吞进嘴中。古玉到手后，魂族四魔圣火速赶来，将虚无吞炎团团护住。古猿想要拦下虚无吞炎，但有魂天帝和魂族大军在，他一个人根本无法留住他们。雷莹让魂天帝不用这么得意，古玉分为8块，即便魂天帝得到古族这一块，也不过才只有5块而已。魂天帝脸上浮现一抹古怪的笑容。雷族和炎族族长离族，这种机会他魂族又怎么会不把握住？雷莹和严禁的身体猛地一震，难道魂族在对古族出手的同时，还对他们两族也出手了？魂天帝淡淡一笑，而后带着虚无吞炎等人缓缓退进空间裂缝中。在魂族毁灭之印的威胁下，古猿也不敢轻易出手。魂天帝即将消失时，目光突然看向萧炎，他让萧炎半个月之后前往藏天山脉，到时萧炎若是想救他父亲的话，就拿古玉来。望着天空上缓缓愈合的空间裂缝，整片山脉异常寂静。古猿身后的古道三人暗叹了一口气，魂族这些年隐藏的实力太强，今日若非雷莹和严禁二人出手压制虚无吞炎，古族怕是要经历一场极为惨烈的大战。就在此时，雷莹和严禁手指上的戒指一亮，他们各自族中的古玉也都丢失了。古道忍不住开口，他们两族的古玉都存放在戒备最严的地方，魂族大举来犯古族，又怎么还会有那么强的实力分身出手？根据雷族传回的消息，他们族中也有一位长老突然叛变，那位长老在偷了古玉后潜逃，最后被魂族强者接走。古猿的脸色逐渐平静，他让雷禁他们和萧炎一起进大殿议事。以魂族的手段，再加上虚无吞炎拥有的吞灵族能力，他们这些远古种族就相当于是魂族圈养的血脉源泉。古猿轻叹一口气，魂天帝说得很对，当年萧族和魂族大战时，他若是能够强硬一些，局面会大不一样。现在的斗气大陆怕是没有任何单一势力能够正面和魂族抗衡。古猿和魂天帝都是9星斗圣后期的地步，两者差距并不大，但若是再加上一个虚无吞炎，古猿并没有什么胜算，所以现在想要抗衡魂族，联盟是唯一的办法。严禁觉得联手是非常可行的，如今魂族已经有了8块古玉，若让他们再得到最后1块，或许整片大陆都将沦落在魂族掌控之中。说到古玉，他们想起萧族那块古玉应该便在萧炎身上。见所有人都看向自己，萧炎眉头微皱，他坚定地说自己一定要救父亲萧战。严禁眉毛一抖，若是让魂天帝打开驼舍古地洞府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萧炎沉默着摇摇头，萧族的古玉他一定要留在自己身上，古玉是萧战的保命符，他绝不会交出去。古猿苦笑一声，如今之计只能迅速召集人手，半个月之后大军联合，务必要从魂族手中夺回一些古玉。萧炎偏头看了一下身旁的薰儿，问古猿可知道有何方法能让萧玄先祖从天幕中复生。古猿轻叹一声，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天幕中的萧玄仅仅只是一道残魂，他只是因为天幕的奇特才成型，并拥有那股力量。复生的话，恐怕是没有太大的可能。萧炎有些失望，他沉默了片刻，说自己想再次进入天幕，问古元是否有办法。古元点点头，或许萧炎能找萧玄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复生。天幕20年才会开启一次，现在距离下一次开启还有不少时间。古元只能强行撕开裂缝，让萧炎进入其中，但萧炎不能在天幕中待超过1年的时间，否则会引起天幕的排斥。萧炎再次进入天幕后，直接朝着天幕最深处飞去。途中，萧炎遇到了曾经救过他的雪道圣者。雪道圣者知道萧炎是来找萧玄的，他十分殷勤地说自己给他带路。这后面还有一些棘手的家伙，有他在，就免得耽误萧炎的时间。天幕深处，不少斗圣强者原本想要瓜分萧炎的血肉，在听到雪道圣者说他是萧玄大人的后辈时，全都吓得掉头就跑。作为在天幕中生存了很久很久的老怪，他们都很清楚谁才是天幕中的主宰。在距离萧玄的墓碑还要1000丈时，雪道圣者便不敢上前。他和萧炎告辞后，一脸敬畏地弯身退去。萧炎走进墓碑，双腿轻轻跪下，对着墓碑磕了一个头：“子孙萧炎拜先祖。”一道淡笑声响起：“小家伙，别拜了。”萧炎抬起头，只见一道身影正斜靠着墓碑，一头黑发披散在他肩膀上，显得分外的洒脱。萧玄双眼在萧炎身上一扫过，便将他里里外外都看得透透的。他笑着点点头，夸萧炎做得很漂亮。萧玄席地而坐，让萧炎说说他这些年的事情。萧炎将自己这些年的事尽数道出，最后轻声说，他这番前来天幕是想找办法复活先祖。若是他老人家能够出手的话，即便是魂族也无法兴风作浪。萧玄轻笑着摇头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他连残魂都算不上，复活更是不可能的。萧炎不死心地问他，真的没有可能吗？萧玄说，或许只有传说中的斗帝强者能够办到吧。他让萧炎不用再为他这已死之人费神，萧炎能够不依靠血脉之力获得如今的成就，这已经让他十分欣慰了。至于最后一块驼舍骨地狱，萧炎要用它从魂族手中交换萧战，这么一来，魂族就凑齐了古玉，到时他们探得洞府所在，必会将其开启。萧炎问萧玄，驼舍古地的洞府中究竟有什么？难道真的能让人进入斗帝吗？算算时间，斗气大陆上已经有万年未曾再出现过斗帝强者。萧玄当年达到9星斗圣后期巅峰时，曾试着冲击斗帝，但最后都是无功而返。以萧玄当年的实力，足以冲击斗帝。但每当他即将冲破那一层障碍时，灵魂深处总会涌现一种空漏感。这种空漏感让他明白，在冲击斗帝时，他似乎缺少了一种极为关键的东西。萧玄认为，那种缺少的东西应该是一种奇特的能量。这种能量在远古时存在，但现在却是越来越稀薄，甚至完全消失。萧玄将这种能量称为本源斗气。唯有拥有本源斗气，才能够真正突破那层屏障，成为这天地之间的至强者。萧玄曾经走过斗气大陆绝大部分的地区，却依旧没能感觉到那种本源斗气的存在。萧炎想到魂天帝坚信古地洞府能够让他突破，难道洞府之中有本源地气存在不成？萧玄摇摇头，古地洞府有没有本源地气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洞府中有一枚处于雏形的地品丹药，而魂天帝的目标便是那枚丹药。炼制地品丹药同样需要本源地气，没有这东西，炼药术再高的炼药师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若是萧玄所料不错的话，那枚地品雏丹应该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枚了。只要得到了它，魂天帝就可以吸收其中的本源地气，从而突破到那万年未曾有人达到过的斗帝层次。萧炎有些期盼地问萧玄，可知古地洞府所在？萧玄摇摇头，当初还不等他完全破解古域中的信息，远古八族便因此骚动，从而大打出手，导致古域8分。萧玄站起身，望着天幕灰蒙蒙的空间，他虽然不能出面帮萧炎对付魂族，却依旧还能送他一场造化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都到这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